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范，欢迎收看我的频道。上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了在泰国生活的一些优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在泰国生活的缺陷。在泰国呢，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那就是饮水的问题。在泰国大多数地方的自来水都是不能直接饮用的，只能用来洗洗菜、洗洗衣服，甚至你哪怕装了净水器，也不一定能够直接饮用。那我们平时做饭或者是饮用的水呢，通常都是买桶装水，或者是去超市里面买一打一打的瓶装水。如果你是一个皮肤敏感的人，然后刚到泰国生活出现了过敏的情况，大概率是因为水质的问题。因为泰国人慢悠悠的这种性子，所以他整个社会都是比较散漫的。那很多事情联系起来都会很麻烦，或者是需要的时间非常的漫长。比如说家里面需要维修，或者是更换电器啊等等。那我前2年因为家里的热水器坏了，去商店里面买了一个新的，然后在排时间安装的时候，它排了有1个星期吧。只是换一个热水器而已。这个如果是在国内，我们在某东上面购买的话，可能当天早上购买，当天下午就送到了，然后立马就给你安好了。但是在这边的话，你下单之后，可能送货它就需要排2-3天，然后安装的话可能就要排1个星期左右。泰国没有4季，只有雨季、热季和凉季。那对于不喜欢冬天的人来说，就会非常的合适。如果你是怕热的人，又或者是不喜欢这个夏天的话，那泰国的话可能就不适合你，或者在这边生活的话就会比较困难。其次呢，就是泰国的室内和室外的温差非常大，室外的温度可能常年都是在30度左右，而室内的空调常年都是开在16度左右。所以如果要在泰国长期生活的话，就一定要学会去适应这种温差。然后因为这边天气比较热，就是各种蛇虫鼠蚁的也会比较多，而且泰国的蚊子特别厉害，它并不会因为你是住在高层或者是在空调房里面，蚊子就会变少。我经常在家里面睡觉就被蚊子叮醒，然后我们家是在25楼，我都不知道这些蚊子是怎么飞进来的，而且我每天晚上睡觉也是开空调的，可见泰国的这个蚊子它的生命力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顽强。其次就是泰国的医疗费用会比较高，我们在网上可能经常会刷到各种各样的博主在说什么泰国30铢看病啊什么的，这个当然不是假的，但是像泰国人，至少我身边的很多泰国人，他们几乎都不会用到说这个30铢看病，大多数都是去看病的话都是用医保和社保。然后泰国的话，它是有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公立医院的话条件稍微会差一些，而且需要等的时间也比较长。那私立医院的话呢，就是服务和各种设施都会比较好。但是费用的话也会相对要高一些，基本上你一个小感冒，但你去一趟私立医院的话，可能也是需要花销2000泰铢左右了。所以在这边，如果你没有社保和医保的话，医疗的成本会很高。那在这边长期生活的话，购买医疗保险就还是很必要的。其次就是泰国的交通成本。泰国的交通成本的话，在日常的开销里面占比还是挺大的一部分。虽然这2年曼谷的轨道交通相对来说便利了很多，但是费用还是居高不下的。而且很多地方是轻轨或者是地铁无法直接到达的，就是你到了一个临近的点，出了站之后可能还需要再打车或者是搭摩的，那搭摩的和打车的费用也是不便宜的。然后除了曼谷以外，泰国其他城市的话，公共交通就更加不便利了，甚至连公交车都没有，只能坐双条车。
在泰国坐公交车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公交车它不报站，所以你必须是你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你知道该在哪个站下车，你才能搭公交车，否则的话就很麻烦。在泰国打车的费用呢，可能是比国内一线城市稍微要便宜一点点，但是在泰国打车呢，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我们在网上也经常会看到游客抱怨说泰国司机拒载呀，泰国司机漫天要价呀，泰国司机绕路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里呢，我还是想要替泰国的司机抱不平一下啊，他们并不是针对游客。他们是对所有的人都这样，一个字，绝。泰国人像我们这样长期生活在泰国的人，也会被拒载，也会被漫天要价，也会被绕路，甚至有时候你说泰语被拒载的概率会更高。那另外一大块很大的成本呢，就是租房的成本。在泰国租房的话，可选择的还是相对来说要丰富一些，有 condo， 有 apartment， 然后还有别墅。别墅的话就是看地段，1万多泰铢到几十万泰铢的都有，就看你的这个需求和经济能力。condo 的话，它是分studio。1居、2居和3居等等。那一般的 studio 或者是1居的话，费用大概就是1万泰铢左右。然后如果是2居的话，一般是要差不多2万泰铢起。同样也是看地段，还有就是你租的这个公寓品牌以及租期。在泰国租房的话呢，就是租期越长，价格越便宜。通常的话就是有半年和1年起。半年的话，价格就会相对来说要高一些。那如果是1年签的话，可能会稍稍便宜一点点。然后公寓的话，它的设施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善的，像健身房啊、游泳池啊，这些都是公寓的标配。那除了公寓以外呢，就是 apartment 的话，它是出租型的公寓。这种公寓它的租金要比 condo 便宜很多，大概3000到3500泰铢左右，可能就能租到有空调房的。那如果你要条件更好一点的，可能就要8000泰铢左右。condo 和 apartment 的话，主要是有3个区别：一是价格，二是设施，三的话就是它们的性质不同。condo 的话是可以出租，也可以出售，但是 apartment 的话，通常的话只是用来出租，而不做出售。像华人的话，一般都是习惯自己做饭嘛。然后我们在国内吃的很多蔬菜，在泰国的话是没有的。泰国它本土的蔬菜种类非常少。那像我们日常经常吃的一些蔬菜，可能都是进口，那价格的话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贵，甚至你买这些食材回来自己做饭的成本，可能要比你在外面直接吃熟食的成本要高。虽然现在曼谷遍地都是中餐厅，但是我觉得中餐厅踩雷的概率还是挺高的，而且费用也不低。那像我们吃泰餐的话，如果是一般的工作餐，可能大概100泰铢左右就搞定了，但是中餐可能就会相对要高一些。所以在这边长期生活呢，如果你不能够习惯吃泰餐，你在餐饮上的费用还是相对来说会高一些。当然这个的话丰俭由人。在泰国生活还有一个阻碍，可能就是语言。可能在一些比较大的商场或者是餐厅，你可以找到可以用英文或者是中文沟通的人，但是在日常生活接触到的人来说呢，还是以泰语为主。所以如果想要在这边长期生活的话呢，能够用泰语简单沟通还是很有必要的。最后呢，就是给正在纠结要不要来泰国生活的朋友一些小小的建议。如果你是拿着钱准备来泰国躺平，那我觉得你只需要考虑你自己是不是能够适应这边的气候以及生活方式就可以。那整体来说，在泰国生活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氛围比较轻松的，然后整个社会的状态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和谐的。那如果是想要来打工或者是来挣钱的话，我劝你还是三思而后行，因为现在在泰国的话还是比
比较卷的，尤其是在华人圈也是越来越卷了。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然后想要来这边找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那我觉得可能3万泰铢左右的薪资已经算是比较可以的了。那折合人民币的话，也只有7000块钱左右。然后除去你每个月的各种开销以后，几乎是不剩什么钱的。泰国现在的这个薪资水平呢，我觉得和5年、10年前没有太多的这个区别，但是生活成本提高了不少。然后以前的话可能还可以做代购啊什么的，但是现在这一块的空间也比较少，挣外快的渠道也没有那么多了，所以来生活是可以考虑的，打工的话就还是慎重。今天的分享就这样啦，如果你对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有不一样的看法，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一起讨论，又或者如果你对泰国的其他方面感兴趣，有什么想要知道的，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我是生活在泰国10多年的小范，今天的分享就这样，拜拜。